我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 Yuiです。今天要来拍个新系列的影片，日本饭店开箱。没错，大家出国旅游呢，一定会遇到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找饭店、找住宿嘛。那我们在住宿网站上看到那些照片啊，不知道这饭店住起来舒不舒服，早餐吃起来好不好吃。那 Yui 就是要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开箱日本的饭店，那让大家之后旅游开放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找到适合你们的住宿哦。那新系列第一集就非常的兴奋，要来住星野集团在东京新开的欧某山东京赤坂。では行きましょう。こちらお部屋のお部屋のキッチンです。本日ご買いのお部屋で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して。柜台呢，那边进来虽然位置不太大，不过这边有一个大厅，一个休息的空间，是可以让大家在这边稍微等人啊，或是放松一下，早上在这边集合啊。这边这个位置我觉得还蛮舒适的。他们这边呢有提供牙刷，然后这边有梳子，还有像这种简单的刮胡刀，但是呢我自己都会自己带，为了环保嘛，所以我通常都不会用这些东西。然后他们这边呢还有提供房间的衣服，但是不是免费的，如果要拿这个浴袍房间的衣服的话，要用PayPay付200块，或者是去那边柜台用信用卡付款。一进来呢，就有个非常大的城市地图，可以让你看附近有什么景点，要去哪里玩。那像这边有什么蓝色的线啊、绿色的线，是可以报名他们的这边的当地的导游带你去玩的景点。那明天再带大家一起去。哇哦，感觉很高级。哇哦，来到我的房间了，而且我觉得房间还不错。虽然我觉得在官网上看到的时候，跟这个现场看到比我想象中小了一点点，但是非常的漂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间。一进来有这种可以放鞋子的空间，有个鞋柜，这边有4个衣架。这边不知道是什么，来看一下。哦，浴室是干湿分离的，我天，是自动的吗？不是，不会的，不会自动。但是呢，它可以有这个冲屁屁的东西，有免治马桶。那这边应该就是浴室了。哇，真的很不错哎！这还有一个全身可以进去的浴缸，试躺看看。浴缸很大耶，我脚可以伸直的程度，我162公分，我脚可以伸直，然后还有点空间，而且很深耶！哇，兴奋！晚上要来这边泡澡。我有点在意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捞水的，这个不知道好不好用哎。不知道大家入住商务饭店啊，或像这种比较稍微高级一点点的城市饭店，行李箱会放在哪里？那像我自己是喜欢放在走廊入口这边，我会比较在意就是这个走廊的宽距有没有办法让我把整个行李箱打开。那我今天是带了一个小的登机箱，完全展开，完全没有问题，非常的有空间。但是大家来旅游的话，一定是带大行李箱嘛，所以我今天呢带了量尺来帮大家量量看这个走廊有没有办法让大家把行李箱全开。88公分，如果是放沙发区这边的话呢，这边也是85公分，不过扣掉这个椅子这边会挡到，大概是80左右。那一般的行李箱，29寸的话，高度我刚才查好像是75公分，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行李箱直的，然后这样子横的打开，我觉得是应该是放得下的。合格。这边有2个可爱的小抱枕，哦，这个蛮硬的。
枕头，偏软。我觉得枕头偏软，不知道好不好睡，晚上再来告诉大家。床的部分，没拜，而且床好大，好爽哦。它的插座呢，这边有一个插座跟一个 USB 孔，然后床的另外一边那边也是有各一个 USB， 一个一般插座。在电视下面这边也有2个，那边也有一个，应该是吹风机用的。这边还有一个，还蛮多的，这样加起来1、2、3、4、5、6、7、8，有8个，至少8个可以充电的地方，所以插座的部分合格。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超级赞的空间，你们看有一个小沙发区，看起来就超级舒服的。不喜欢还没洗澡就躺床的人，可以在这里休息，或者是晚上可能买一点宵夜啊，或是一些小酌的饮料，回来的时候可以坐在这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虽然说坐起来不是很软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还算蛮棒的。从床这边看过去呢，是一台还蛮大的电视。至于它多大呢？我来量量看，104公分。它连冰箱都用这种跟房间很搭配的木质调的这个柜子，是简约风的冰箱，但里面没有水。自从呢，我之前去拍广告的时候，我连续住了7个晚上不同的饭店，我发现有水没有水这件事情超级重要的。有水的饭店就会突然觉得它很高级，那大部分的平价的饭店都是不会附矿泉水的。我那时候住了7间，只有1间还2间吧有提供矿泉水，所以也是跟一般的商务饭店一样，你要用这个煮水器，然后去洗手台装水，自己煮来喝，或者是直接喝。刚才发现个酷东西，Nano椅，它这个呢打开就会从天花板会有 Nano椅跑出来，试试看，从那边就会有 Nano椅跑出来，好特别哦。来看一下这边的柜子是什么，它是用这种按压的柜子，就是收纳柜，然后一个保险箱、毛巾，然后是吹风机。吹风机就比较普通了，就是一般的小吹风机。看这边呢，3楼是吸烟室，然后4楼是有洗衣机那些的。那我们去4楼看一下它的设备。在这边有提供冷水的饮水机，跟2台洗衣机、洗烘干衣机。洗一次要多少钱啊？洗加烘600块，只有洗的话300块。还有 Panasonic 的微波炉。OK，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房间真的很不错，CP 值非常的高。虽然我这间是双人房，但因为我一个人来住，有一个人的优待打9折，所以我这样子一个晚上只要6570日币，大约是台币1500块左右，而且是含早餐的哦，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便宜。通常一般的商务旅馆也是6、7千块，但如果要再离市区近一点的，就大家知道的那几家商务饭店，有时候也要8、9千块，而且空间非常的小。但是这边空间非常的，不能讲非常啦，就是空间还算蛮大的，然后有个沙发区可以休息，浴室又是干湿分离的，然后行李箱还可以全开，所以我觉得6500非常便宜，非常 CP 值高。那到目前为止都觉得还不错。那看一下明天的早餐好不好吃，再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做最后的总结。从饭店出来，对面就是 7-Eleven， 然后走路1、2分钟的距离也有超市，也有 Don Quijote。那居酒屋也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想要买宵夜啊，或者是晚上想要体验日本的夜生活的文化，想要去居酒屋，还要去酒吧，这边都蛮方便的。但是呢，我是要去吃三商巧福。
나 냄새와 맛을 잃은 요리사처럼 슬픈 이야기가 있을까 코로나가 난 사랑 and the melody irony하게 세상이 멈춰졌으니 now I'm ready I gotta get on this 골프와 주식 위스키 얘기는 그만하시죠 앤디 장미셔 키스처럼 너의 하얀 마음에 칠을 해본 다음 사랑에 빠졌어 오늘은 내 곁에 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多，然后很久没有这么早起了，有点困。为什么这么早起呢？是因为我等下7点要去参加一个欧某这边提供的自然兴业集团他们欧某这个系列的概念就是城市观光、城市旅馆，所以他们是把周边的观光景点、周边的街道都视为旅馆的一部分，所以在欧某系列的旅馆呢，他们都有提供这种当地导游带你去逛这附近的景点的这样子的服务，而且是免费的。那不知道好不好玩，今天就去看看。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早晨散步，行きましょう。込んだ景色がまさに都心ならではのビュースポット、映えると思います。昔400年前の人は結構こちらの坂道で転んじゃいましたので、そしたらコールビー坂という名前。这一棵树很可爱，它是可以买那个 M 字笔，然后在这边绑在这边。那它是说是 Sakurambo 的 Mikuji， 所以它这个是樱桃果实的概念。你买了那个玉手之后绑在这边，它就变成一个可爱的樱桃树。幸せになりますように。我们现在早上的自然结束了，那自然结束之后，接着就是直接到他们1楼这边的上岛咖啡这边吃早餐。那这个早餐呢，也是这间欧某3跟上岛咖啡合作的限定的 menu， 是只有住在这边的旅客才可以点的。鲷鱼的高汤做的翻蛋三明治，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然后我点的饮料呢，也是因为有早上参加自然的才可以点的限定的豆乳咖啡。这个豆乳咖啡它里面是加炼乳，那我平常不太喜欢喝豆乳咖啡，我有喝过日本星巴克豆乳咖啡，我觉得喝起来超级不习惯的。但是这个还蛮顺口的，还蛮顺口的，可以喝到那个豆子一点点豆子的香气，但咖啡。感觉不太到咖啡。它里面是有番茄、洋葱、炒蛋，好像还有一点点鱼肉，感觉我觉得非常好吃哎。那蛋里面可以吃到那个鲷鱼的香气，还有柠檬的香气。这个早餐好好吃哦，可是我觉得男生来的话可能会稍微分量偏小，应该是吃不太够。那他这边就是提供这样子的一杯饮料跟一个餐点，不是那种吃到饱的，所以可能男生来的话不太够，但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应该分量刚刚好，很好吃哎这个。
那早上的自然呢，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介绍每个版的名字的由来啊，还有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还有去神社晃一下。那就是对这种早上散步啊，或者是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蛮建议，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参加的。而且到最后，我们还有去一间豆腐店，我们这个自然是免费的，可是却可以在那边吃到免费的豆腐。早上现做的热腾腾的豆腐，就是让我觉得，早起真是太好了的感觉。早餐吃完了，那现在来最后跟大家做一下，我觉得这个饭店怎么样？来做个总结。舒适度的部分呢，我觉得房间是还蛮舒适的，空间不会狭窄，床也蛮舒服的。可是我觉得枕头有点太扁了，对，我昨天是叠2个睡这样。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很好。那餐点的部分呢，我觉得早餐真的非常的好吃，非常的推荐大家来可以点那个早餐。再分享几个优缺点，像优点的话，就是这边的交通还算方便，你要去新宿啊，要去喜布亚或是 Ikebukuro 或者是上野，都是电车一般车不用换车就可以直达了。那缺点的部分呢，就是这边是赤坂嘛，那坂就是斜坡的意思，它这边有非常多的斜坡，虽然它的交通很方便，但是这里距离车站大概走路是要5分钟左右，那你要拖行李箱的话，会稍微比较有点辛苦。还有就是睡衣的部分，可能大家要自己带啊，不然就是要花200块去租他们这边的睡衣。那大概就是这样，整体而言，我觉得 CP 值算蛮高的，6500块，那就算没有优惠，一个人7200左右，也可以住到这么舒适，然后含早餐的 hotel， 再加上有自然的导览，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CP 值还不错，那交通也 OK， 就给大家参考一下。那不知道这个开箱饭店的系列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希望你们可以按个赞或是留个言让我知道。然后我想要跟大家问卷调查一下，你们比较想要看温泉饭店的开箱，或者是比如说商旅饭店那种business hotel 的开箱，还是便宜的住宿，就是青旅啊 Airbnb 啊民宿这种，大家想要看哪一个类型的？这边 A、B、C、D 选项帮我留言一下好吗？然后统计一下，看大家喜欢看哪一个类型的开箱呢，我就会去拍给大家看。那玉之后还会分享更多日本生活还有日本旅游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日本旅游的话，欢迎订阅玉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不喜欢就有缘再见。我是玉妈，等你。